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哪4种自恋型人格，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首先呢，我们在之前有讨论过所谓的自恋型人格的一些诊断准则，那我有谈到就是有哪些特质就比较有像是会有一些自恋型的，那还有可能你的父母有可能会有自恋型人格，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的影片。那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自恋型人格，它有这么多种特质，其实呢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它自己的一个类型。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有哪4种最常见的类型。第一个就是典型的 classical 或者是说 overt narcissistic， 这种呢通常就是典型的他们非常的自我也非常的高傲，那他们呢常常会需要寻求别人的注意力，就赶快来关注我，看我的房子有多美，看看我的这件衣服有多漂亮，看我的东西有多棒这样子。然后他们常常需要别人的认可，所以呢他们只会想要听到别人跟他说的好话，如果你跟他就是批评的话，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他们对于批评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那他们甚至会透过跟你建立好的关系，或者是跟你有一些比较同理心的一些交流，来得到你的一些认可，或者是你的一些赞美，或者是你的一些 validation。那这个就是呢比较基本的常见的一个典型的自恋型人格的一个特质。那通常呢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其实是很容易会去剥削别人，然后呢他们会占你的便宜，甚至呢会因为你可能对于他们这样子越界的一些行为，如果有一些不满意、不高兴、埋怨的话呢，他们甚至会 gaslight you， 然后就是让你觉得你有这些情绪反应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然后都是你的错。又或者是呢会让你觉得你居然会这样子背叛他们，或者是这样子说他们，好像你在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是你的错。这样子的相处，你常会有一种好像自己常在 walking on eggshell，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惹到对方不高兴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就是典型自恋型人格的第一个特质。第二个呢，既然有这么典型的，那就有一个比较是隐性的，就是 covert narcissistic。 那像这样子的人呢，通常呢他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这么聪明居然都没有人了解我，又或者是我这么棒怎么会这些人都没有录取我呢？又或者是我明明就是在这方面的特质特别的好，我明明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摄影师，居然没有人欣赏我的摄影作品然后录取让我得奖这样之类的。或者是我明明我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居然就是申请这些博士班没有进，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我这么棒，可是这个世界都不能理解我的好，是这个世界辜负了我，是这些人辜负了我。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感觉上好像就是都是别人对他们不好，然后他们长期都是在一种我是受害者的一个状态下，那他们给人家的感觉会比较像是长期的一种忧郁症，因为觉得好像都没有人欣赏他们的好，那他们会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他们。那你在这跟他们互动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就这个人怎么还是有那种非常高傲高自尊的感觉。例如说可能他被人家开除，他不会觉得天哪我确实就是没有做好，又或者是觉得自己被批评了会觉得好紧张，是自己会不会被开除了，不会，他们会觉得说不是我被开除了，是我自己辞职的，不是因为我做不好，是因为我不喜欢这里。他们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展现他们的高傲，但是呢他们还是会呈现一种就是自己是受害者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一种隐性的自恋型人格的一个部分。第3种呢就是 malignant， 就是恶性的自恋型人格。当然这个翻译是我自己翻译，如果翻错的话麻烦欢迎指正让我知道。malignant narcissist 他们比较是那种有一点像是 classic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加上 antisocial 的那一种人，就是他们这种人非常的 entitled， 然后非常自以为是，也非常自大，然后你可以从他们身上感觉到这个人就是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同理心，对于别人的受伤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情，然后他们甚至不会因此而感觉到愧疚或者难过。那
所以呢，他们这样子呢，其实是他们有一点点靠近反社会型人格，但是呢，在这里头还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呢 malignant 的 narcissist 他们其实还是会多少，例如说，如果你跟他是非常亲近的人，他会因为他自己做一些事情，伤到自己非常亲近的人，感到有点难过，或者是 feel bad about it。但是呢，他对于在其他比较远的人呢，就是陌生人或者是比较不相干的人，他们就是I don't care。他们的态度比较像是这样子。那至于是反社会型人格，就真的是完全没有这样子任何一点的同理心或者是同情心。在未来我们也会再来讨论所谓的反社会型人格是什么样的意思，还有他们的诊断准则有哪一些。malignant 的人呢，他们其实你会发现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因为他们其实还蛮脆弱的，所以呢他们其实也会容易发火。就是如果你做一些事情是不如他们的意，或者是说的话不如他们的意的时候，他们是会发火，甚至会生气，就直接暴怒的那一种。他们比较像会做一些事情，像是偷公司的钱啊，或者是 scam people 啦，或者是就是有那些诈骗，又或者是呢，他可能会劈腿，然后很容易会说谎，然后他们说谎都是完全不会变脸的那一种，就是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错，然后说谎也觉得这是应该的，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恶性的一种自恋型人格。OK， 这是第三个。那最后一个呢，也蛮常见的，就是比较是善心人物型的那种 communal narcissistic。所谓就是那种公众人物型，他感觉这种人就很像是一种英雄那种状态，他们想要呈现的就是呢，我是一个大好人，我是个大善人。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做所有事情都一定要有媒体在啊，或者是一定要奖状啊，一定要被看见，一定要被认可，一定要被 recognize， 就是一定要被称赞。他不会是默默做善事的那一种人，所以呢，他在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自己一定要有表扬这样子，这是他们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最希望就是看看我对这个世界贡献有多大，看看我这个人有多好，就是他们比较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比较想要被人家看见自己的好。那这个是第四种，就是 communal narcissistic。那其实在目前我们的诊断上面看到啊，男生比较容易会被诊断有所谓的自恋型人格。那我们这样其实从一些文化角度来看也不意外，毕竟男生可能在传统的社会角色来看是被期待他们要去成为一家之主，或者是他们必须要成为就是家里的那个支持的那个人，所以他们必须要出去打拼，他们必须要去工作，要去想办法争取权利，所以他们比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性，也比较容易会有这种就是 entitled 的那种状态。那所以呢，在诊断上面的比